你放心好了，只要你想学，妈妈肯定能帮你找到人教你的。等你学会了，也给妈织一件呗。欧阳浩说道，我学会了，肯定会给妈织一件的。不过妈，跟你商量一下，我先给颜红织行不？你可以先给妈织，因为你刚学，肯定织得不好，先织给妈妈。妈妈不会嫌弃你的手艺不好。你织完整一件衣服了，也有了经验，然后再给妍妍织一件，总要将最好的给妍妍吧。欧阳浩觉得母亲说的有道理，他说道，行，我学会了，先给妈妈织一件，也给我爸织一件。现在离冬天还远着呢，咱们这里冬天又不冷，一年就冷那么几天，等到天气冷了，我肯定帮妍妍织好了毛衣，到时候送给她，给她一个惊喜。林夕呵呵的笑，儿子，你加油，妈精神上支持你。哎呀，都多少年没有看过人织毛衣了，没想到我儿子居然要学织毛衣，我还是托了霆哥的福，才能穿到我儿子亲手织的毛衣。欧阳浩说道，妈，你别笑我了，我又没有笑你，我是欣慰我儿子真上道。只要你将妍妍娶回家，让妈怎么帮你都行。妍妍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早就把她当儿媳妇看待。儿子，你可得对妍妍好一点，不能欺负妍妍哦。欧阳浩说道，妈，我恨不得掏心出来给她，我对她还不够好吗？她比我的命都重要，我哪能欺负妍妍？我想和她白头到老，可不想早死。别说她舍不得动君言一根手指头，就算舍得也不敢呀。君言那么多的兄弟，他前一秒动了君言，下一秒他就去了地府见鼹鼠。君家少爷对他动手的话，都不给他喘口气的机会。况且君言不好欺负，人家功夫不错，一点不输于他。林夕哼了两声，谅你也不敢欺负我儿媳妇。反正以后你和妍妍结了婚，妍妍就是你的天，你的地，你必须听妍妍的，妍妍叫你向东，你不能向西，敢向西，我和你爸打断你的狗腿。欧阳浩，妈，我是你儿子吗？你不是我儿子，你以为你能和妍妍一起？早就被我打断狗腿了，我看中的儿媳妇，除了我儿子，谁敢抢试试？你是我儿子，但是为了配妍妍而生的。欧阳浩哭笑不得，母亲有多偏爱君言，他是知道的。现在还没有结婚呢，他爸妈都那样偏爱着君言，等他娶了君言过门，在欧阳家，他就要低调做人，小声说话，真要按母亲说的那样，以君言为天为地。欧阳大少爷在父母眼里，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将君言娶回家，给他们当儿媳妇。没事了，妈，我挂电话了。被母亲打击到，欧阳浩赶紧挂断电话，却不知道在他挂了电话后，他妈妈马上就打电话给穆晴。穆晴好一会儿才接听林莎的电话，他说道，林夕，我在开会呢，怎么了？有空听个八卦不？林夕笑眯眯地问。穆晴立马来了兴致，说道，什么八卦？快说，我现在闲得很，你尽管说，说1个小时都无所谓。我家小子要学织毛衣。穆晴不解，他学织毛衣干嘛？那活儿咱俩都干不来呢，咱们这里也没多少人织毛衣，一年之中就冷那么10天8天的，穿2件衣服就能撑过去，不需要穿到毛衣。不过自己织的毛衣暖和很多，还不是你们家霆哥说要亲手织一件毛衣送给初九，他们在 H 市那里入了秋就很冷的了，年年冬天下大雪，冷得很。霆哥要织毛衣送给初九，那是他对初九的关心，小俩口也浪漫。然后咱们妍妍就羡慕了一下，我家小子向来把妍妍捧在手心里都怕摔着，含在嘴里又怕融了，恨不得将天底下最好的都搬到妍妍面前去。妍妍要星星不敢给月亮，哪能让妍妍羡慕人家呀？不就想学织毛衣，也给妍妍织一件毛衣。穆晴笑，
欧阳是个行动派，他有这个心就会说到做到的。咱们妍妍有福了，话说咱们都一把年纪了，命好一点，都可以当奶奶了。我们还没有穿过自家男人亲手织的毛衣呢。回家我就跟军伯说一声，他现在退居2线了，闲得很，叫他也学一学，给我织件毛衣，不用羡慕我女儿有个好男人宠着。林夕笑道，别到时候他们一个个都跑去审织毛衣。晴晴，你认识会织毛衣的人吗？给我家小子介绍一下，让我家小子拜师学艺去。这年头想娶个老婆还真难，没点手艺都不行。穆晴说道，我三婶会，她给外孙织了很多小衣服，织得特别漂亮，记得小时候她也给我织过一套衣服呢。这个周末我回娘家一趟，你跟欧阳跟我过去，我让我三婶教他，准女婿愿意这样对他宝贝女儿，穆晴肯定得帮一把的。他的三婶心灵手巧，现在上了年纪，但织毛衣的手艺依旧没少给小辈织东西。林夕说道，行，我跟他说，这个周末哪里都不要去，跟你回娘家，我也去，好久没有去看过阿姨了。穆晴最常回的娘家是穆家，虽说她不是穆家亲生的，但穆家是她如亲生，将给亲生女儿的爱都给了她。她在穆家快快乐乐的长大，还是因为穆家哥哥才会认识叶君伯，从而嫁给了叶君伯。亲生父母那边，她1年会回去过2、3次吧，太远了。她工作又忙，所以1年就回去2、3次。很多时候父母会飞过来，在她这里住上1年半载的，父母都在她这里了，她就更不会回望城去。话说龙庭怎么会想到给初九织毛衣的？穆晴好奇地问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家小子还吐槽他庭哥了，说不知道庭哥长得什么脑袋，这样的事都能想到。穆晴哈哈地笑，那是我都想不到龙庭居然想到了。一件毛衣不值什么钱，但那是龙庭亲手织的，那意义就不一样了。初九收到龙庭亲手织的毛衣后，肯定会很开心的。哎，这2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在一起？亲生儿女的婚事，穆晴不着急，他就着急龙庭的婚姻大事。都30好几了，不年轻了，说明龙庭心里有初九的。我知道他心里有初九，但他不表白呀。初九也是眼里心里都是他，却总将自己摆在仆人的位置上，没少气到龙庭。龙庭拿他没办法，经常打电话给妍妍，向妍妍求助，被他妹妹一顿刺。林夕叹口气，龙庭是担心自己报仇的过程中出什么事了，怕自己会死，会害了初九，所以他爱而不语。初九性子回直，老神医当初捡了他回来，本意是让他陪着龙庭的，他为了报答老前辈，坚持要当个保镖，当个佣人。这2个呀，有得磨，等龙庭大仇得报，大家都完好无损，他们俩肯定会结婚的。穆晴也只有叹气的份，2个都是死牛，牛脾气，固执得很。一个坚持要报了仇才肯考虑人生大事，一个不管你怎么说他都说他是仆，是佣人，是保镖，明明都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。穆晴对初九也像对自家孩子一样疼爱，看出龙庭对初九的感情后，她就将初九当成准儿媳妇看待，私底下还和丈夫说过，也就初九才能让龙庭低头。叶君伯自是赞成龙庭和初九在一起，在孩子小的时候，叶君伯还防着龙庭长大后会肖想他家亲闺女呢，他也防着小欧阳的，可惜没有防住，小欧阳就是认定了君言。而龙庭从小到大都疼爱君言，但一直把君言当成妹妹，只有兄妹之情，没有男女之爱。叶君伯才松口气，他可以给龙庭父爱，当好一个养父，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，但不允许他的宝贝女儿和龙庭有超出兄妹之情的感情。还好
两个人并没有超出兄妹的感情。虽然叶君博看欧阳浩也是百看不顺眼，心里却是认可欧阳浩的。两家门当户对，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两家父母又是几十年的老友，交情铁着呢。君家和战家一样，阳盛阴衰。虽说妍妍这一辈有2个女儿，女儿依旧是宝贝，大家的宝贝。妍妍兄弟那么多，君家又庞大，敢娶她的男人真没有几个。晴晴，咱们两家什么时间能办喜酒？妍妍和我家小子同岁的，都不小啦，可以帮他们俩办婚事了。林夕说道，虽然我们两家来往密切，也没有人能从我家小子手里抢走妍妍，但还是娶进家门了才能安心，免得我家小子整日担心老婆被人抢了。穆晴也想2个孩子早点把婚礼办了，可惜女儿是个有主见的，她当妈的管不了女儿感情上的事，偶尔她说上2句，女儿说哥哥都未娶，她不着急嫁。叶瑶还单着呢，就是雨辰那对孪生子都还单着。君家年轻一代，也就君言有欧阳浩这个竹马在。2个人虽没有轰轰烈烈，但细水长流，是所有人眼中的一对儿。其他人都还是单身狗。宁雨辰那对孪生子是君家年轻一代的老大和老二，他俩也就比龙庭小一点儿。宁雨辰也着急2个儿子的婚姻大事，没少催，催不动呢。年轻人对待感情，真不是他们这些老一辈能催得了的。妍妍的事，我根本做不了主，得他自己愿意才行。放心吧，妍妍跑不掉的，准是你家儿媳妇。你看她那么忙，连陪我吃顿饭的时间都要挤来挤去才能挤出来，哪有时间换男朋友呀？欧阳又盯得那么紧，妍妍身边连织工的蚊子都没有。穆晴宽慰好友，她的宝贝女儿准是欧阳家的儿媳妇，跑不掉的。妍妍说过，她要30岁再嫁。欧阳都等了那么多年，再多等2年也无妨。林夕笑，我家小子做梦都是娶老婆。理解的。穆晴笑道，咱们别管他们年轻人的事，一个个都成年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会自己安排，我们这些老骨头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。我们也不算老呀，我觉得我才18岁呢。我的心态是18岁，哈哈。林夕爽朗的笑，他们俩也就50几岁，60岁都不到，保养得很好，他们不主动说年龄，很多人都以为他俩顶多40岁，没有人能看出他俩的真实年龄。现在的人长寿，咱俩能活到120岁，那时候才是老骨头。穆晴感慨得道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，我好像才和君博闪婚，转眼间我的儿女都那么大了，我也快60岁的人，真的是弹指一挥间，活到120岁就不敢想了，能活到战家老太太那样的岁数，儿孙满堂，无疾而终就是最大的福气。哎呀，挺想他老人家的呢，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。可不是吗？时间过得太快，咱们也该好好享受生活。儿女们大了，有本事接班，咱们不必那么累，都交给他们吧。退休，咱们结伴旅游去。穆晴说道，等我3个孩子都成家了，我在退休这几年还帮孩子们分担一点，让他们有点时间放松放松。老一辈要是退休下来，什么事都不管了，年轻人会更忙更累。他们老一辈的怎么说也在商界纵横了几十年，有经验有威严有人脉，更不缺手段。再者他们也就50、60岁，这个年纪放在以前那是老了，放在现在真不算老，还是可以再干10年8年的。多少创一代在富二代没有能力接班时，他们还要继续干呢，干到70、80岁的多了去。君家的年轻一辈都优秀，不用担心没有能力接班的事。穆晴他们才能说再过2年就退休的话。林夕笑道，你3个孩子也就叶瑶还单着，没有对象，那2个都有对象的了。
很快就可以退休，催一催叶瑶吧。穆晴说道，催不了，他说上面还有3个哥哥单着的呢。我催他一下，他就叫我先去催他的堂哥。我说龙庭有出9，他又说他2个堂哥哥都不着急。他急什么？